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聊新加坡的家属准证。可能有人听说过 DP 和 LTVP， 但总把它们混为一谈。其实这两都是家属相关的准证，却适用人群完全不同，千万别弄混了。先说说 DP， 全称是 Dependents Pass， 直译就是家属准证。它主要是给在新加坡工作的外籍人士准备的，比如持有 EP 就业准证、SP 工作准证、One Pass 或者 Entry Pass 的人，他们的配偶和21岁以下的未婚子女就可以申请 DP。简单说， DP 是打工人家属专属，帮着解决家人在新加坡的居留问题。再看 LTVP， 全称 Long Term Visa Pass， 也就是长期探访准证，它的适用范围更宽，既包括新加坡公民或 PR 永久居民的家属，比如配偶、21岁以下子女、父母，也包括 EP、SP 持有者的特殊家属，比如父母、同居伴侣、21岁以上的未婚残疾子女等。可以说 LTVP 是覆盖更全的家庭团聚准证。为啥这两都被叫做家属准证？因为他们的核心功能都是让外籍家属能在新加坡长期居留，只是背后的担保人身份、申请条件大不相同。接下来咱们就分别细说他们的申请条件和特权。 DP 准证怎么申请？条件和特权一次说清。想申请 DP， 首先得看担保人的硬实力，担保人必须是 EP、SP、One Pass 或 Entry Pass 持有者，而且收入得达标。比如 EP、SP 持有者月薪至少6000新币，才能给配偶和孩子申请。Entry Pass 持有者则需要公司运营满1年，雇够本地员工，年开销达标才行。另外要注意 WP 工作准证持有者是不能申请 DP 的，这点一定要记牢。申请材料也不复杂，配偶需要结婚证、护照、学历证明，21岁以下孩子需要出生证、护照，如果没在新加坡上过学，还要疫苗证。所有材料都得准备中英文版本，担保人还要提供自己的准证信息和就业证明。流程上全程在线提交，通过新加坡人力部 MOM 的 portal 操作，先填申请表，上传文件，支付处理费，然后等审批，一般几周就能出结果。获批后会拿到 IPA 信函，有效期6个月，之后要去 ICA 录指纹、拍照，1周左右就能拿到实体准证了。 DP 的特权很实用，持有者能长期居留，有效期和担保人准证挂钩，最长2年。孩子上学不用单独申请学生准证，进政府学校还能优先。如果想工作，申请 LOC 同意书后就能合法就业。不过要是换 SP、EP 就得先取消 DP， 而且申请 DP 不需要配额，也不用交税，这点比工作准证方便多了。 LTVP 准证详解适用人群和申请门道。相比 DP、LTVP 的申请渠道更灵活，既可以找 ICA 移民局，也可以找 MOM 人力部，具体看担保人身份。如果担保人是新加坡公民或 PR， 要给配偶、孩子或父母申请 LTVP， 就得找 ICA。 比如公民的配偶、PR 的21岁以下子女，或者满21岁的公民给父母申请，都属于这个范畴。甚至陪读妈妈、公立大学毕业生找工作时，也能申请 LTVP。 不过陪读需要本地公民或 PR 做担保。如果担保人是 EP、SP 持有者，想给父母、同居伴侣等申请，就得通过 MOM， 而且收入要求更高。给父母申请需要月薪12000新币以上，给同居伴侣或残疾子女申请则需要6000新币以上。 One Pass 持有者更方便，直接就能给这些家属申请。 LTVP 还有个升级版叫 LTVP 加，只有新加坡公民的配偶能申请，要么结婚满3年，要么有新加坡公民子女。 LTVP 加福利更好，有效期最长5年，能享受和 PR 一样的医疗、就业补贴，工作只需申请 LOC， 不用占公司配额，比普通 LTVP 香多了。申请流程和 DP 类似，在线提交材料、缴费等审批。不过 LTVP 的有效期更灵活，从半年到10年不等，具体看申请人情况。说了这么多，
DP 和 LTVP 到底有啥核心区别？记住这3点，保准不迷糊。第一，担保人不同 ，DP 的担保人只能是 EP、SP、OnePass 或 EntryPass 持有者，而 LTVP 的担保人范围更广，既包括新加坡公民、PR， 也包括符合条件的 EP、SP 持有者。简单说 ，DP 靠外籍打工人担保。LTVP 靠本地身份或高薪打工人担保。第二，覆盖家属不同 ，DP 只涵盖配偶和21岁以下未婚子女 ，LTVP 则能覆盖父母、同居伴侣、21岁以上残疾子女等，范围明显更宽。比如想接父母来新加坡，只能申请 LTVP，DP 是办不了的。第三，特权和限制不同 ，DP 持有者孩子上学更方便，工作申请 LOC 即可。LTVP 持有者如果是公民、PR 配偶，能申请 PLUC 找工作，而 LTVP 家的福利更是向 PR 看齐。但普通 LTVP 持有者想工作，通常需要单独申请工作准证，比 DP 稍麻烦。另外，两者的审批部门也不同 ，DP 由 MOM 负责 ，LTVP 则根据担保人身份，由 ICA 或 MOM 分别处理。续签、补办流程也类似，但细节有差异。比如 DP 续签必须等担保人准证续签后才能申请 ，LTVP 则更灵活，准证后续管理、续签、补办、取消要注意什么？拿到准证后，后续管理也很重要，比如续签、补办、取消，这些细节搞错了，可能影响居留合法性。先说续签 ，DP 续签要在到期前6个月申请，而且必须等担保人的工作准证续签后才能提交。建议尽早办，避免逾期。LTVP 续签则看类型，普通 LTVP 一般提前16个月申请 ，LTVP 加续签能到5年，流程更简单。如果准证丢了或坏了，要第一时间处理。DP 丢失先报警，再通过 MOM 申请补办，多次丢失费用会上涨。LTVP 补办则根据审批部门找 ICA 或 MOM 提交申请，材料类似，都需要担保人协助。取消准证时，不管 DP 还是 LTVP， 都得由担保人或雇主通过在线系统提交申请。取消后，持有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离境，或者提前申请其他签证，否则算逾期居留，会影响 future 入境。另外，取消后要把实体准证退回相关部门，别大意。总之，新加坡的家属准证体系看似复杂，其实理清 DP 和 LTVP 的适用场景、申请条件，就能根据自家情况选对路径。无论是陪读、团聚还是随签，选对准证才能让在新加坡的生活更顺畅。如果还有疑问，建议直接上 MOM 或 ICA 官网查最新政策，毕竟 Immigration 规定可能会微调哦。